Hello， 大家，12月喲，今天是12月18號，12月下旬，我還在穿短袖，所以我做了一個決定，我準備要去避暑了。然後避暑呢，我選擇來到台中的谷關，現在是進入了和平區，在我的左手邊就有一個和平區農會和一個全家，我準備把它作為我的第一站，先去逛一下農會。Let's go。谷關位於台中山區的山谷裡，因群山環繞的地形像關卡而得名。坐落於山谷之間的谷關，有着蒼翠的山林、清涼的山風，還有氤氲的熱泉。不僅如此，鮮潤鮮甜的鱘龍魚和清甜多汁的甜檸檬，也是此行獨特的發現。進入橫斷公路後，在山區延伸，路途中的和平區農會是我們停下的第一站。因為台中的和平區面積寬廣，平均海拔約為1000公尺，所以這裡主打高山特色的農產，比如五葉松、水蜜桃和高山茶，還有其他農會賣的比較好的產品。原來美人腿在這裡哦，還有梅肉，買一袋這個，他們也說很好吃。他們還有鳳梨乾、芭樂、檸檬。有，好像有看過，對不對？有沒有訂閱？有沒有訂閱？馬上訂。訂閱。好，謝謝。謝謝你們哦。好，謝謝，拜拜。對，拜拜。謝謝，拜拜。現在先來開箱一下剛剛在農會裡面買的東西。第一個是柚子皮乾，這個好吃，吃起來比較清香，這個推薦。但是如果牙口不太好的話，可能有一點點的連牙齒。梨山水蜜桃果凍，這個水蜜桃味也很足。五葉松枝，它這個蓋子一打開，你就聞得到一股那種草本的味道。現在融化掉的汁水喝起來確實會有一點甜，應該是非常的甜，但是它那個草本的味道還是有的。哦，它這個應該要融化了過後，把這個搖一搖，把它搖勻，喝起來才好喝吧。然後這個就是一個金桔醬，還有一個竹筍，這兩樣回去再吃。還有一個梨山茶，我還沒有進入谷關哦，這才是我旅行的第一站哦，我就已經買了那麼多了。讓我們繼續出發吧。我一轉過來就看到了一個和平郭富城。通往谷關的台八線就是大名鼎鼎的中橫公路，這條路橫跨了中央山脈，穿越了很多的深谷和河川，需要修建橋梁才能連接被切斷的路，因此沿路上會看到很多的吊橋，白鷺吊橋就是這條路上重要的吊橋之一。現在要來走一走白鷺吊橋，哇，這個橋會抖呢。哦，風景好好哦，哇，好涼快哦，哇，這個橋有聲音，哦，有一點嚇人。我準備走一圈，然後我再回到這個地方，我們再繼續前進。哇，這個風，哇，這個橋，哇。白鷺吊橋全長250公尺，被譽為最美吊橋。不僅僅是因為站在橋上看到的山林和溪谷，它的最美之姿還在於背負了居民的交通和安全。現在我就走到白鷺吊橋的另外一邊了，這邊應該是一個山的登山口，因為剛剛我看到很多拿着手杖的山友往那邊走，就從這邊過去，而且這裡還有一個登山杖。它以前被洪水沖垮過，然後當地的居民本來是這裡一條路嘛，可以直接到那邊，當地的居民就要繞很大一圈才能到達市中心那邊去。然後呢，後來因為香蕉產業的發展，這邊大家就賺了一點錢，然後賺了錢還是想把這個橋修起來，因為比較方便嘛，連外道路比較方便，所以呢就又大家集資就把白鷺橋給修了起來，然後以前是90幾分鐘的路程，就瞬間縮短到10分鐘，所以這個橋對於當地的居民來說還是蠻重要的。而且這裡是一個登山口的入口，也是要走這個橋，就我後面那邊是比較安靜的。現在我要再往回走，然後我們要去其他地方啦。
這樣一來一回，加上我還有拍照拍影片，可能不到10分鐘吧。剛剛農會的那個小姐就告訴我們，那邊有一家很有名的豆干，如果喜歡吃辣，加一點辣會更好吃。所以我要準備去買一個豆干。如果沒有登白毛山的計劃，短暫停留後可以過個馬路買個豆干再走。你好，有滷豆干嗎？你先試試看好不好？好好，一個就好。好，謝謝。試吃。嘴裡的豆干還沒消化完，阿芳就開啟了瘋狂投餵的模式。南疆番茄。不要客氣，你們要吃都是很好。謝謝。你們還可以再吃一種東西，花生糖，老闆自己手工做的。最後我忍住誘惑，買了豆干和花生糖，說是控制住了誘惑，但其實我在返程的途中又去買了花生糖和番茄。他們家這個滷豆干就是甜辣甜辣的，怪不得大家都推他們家。我覺得應該是老闆真的太熱情了。我看到這一棟房子，它是以前原住民修的老的那種傳統的房子嘛，下面有一個弧形。這樣一個半弧形，那個是防止老鼠爬上這個房間裡面去的一個設計。下一個地方，這一路上干擾我的東西真的太多了，還沒有正式進入古關哦。一個農會，一個剛剛那個豆干，不知道下一個又是會有什麼把我攔下來。這句話剛落，白冷就到了。現在我到了白冷，要來先吃一個白冷肉包。本來還有一個白冷冰棒，但白冷冰棒好像這段時間都沒有開，還要等到夏季才會開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！你看你牌子上寫的什麼？請勿餵食。它主人就說了，不要餵它。吃一下白冷肉包，很有名的。裡面的餡料還蠻多的，然後我覺得路途當中有一家這種吃的還蠻不錯的。我現在在的這個地方是白冷嘛，你們知道為什麼要叫白冷嗎？因為白天很冷，就叫白冷。它也有個叫裡冷的地方，是因為裡面很冷，所以叫裡冷。有說錯，下面大家幫我糾正哦。從白冷出發，會經過中冷和裡冷，再往前繼續行駛，大約6分鐘，松鶴部落就到了。松鶴部落環山抱水，部落住家沿着山脈一層一層往上修建。爬升到林場巷時，我決定停下來走走。我現在到松鶴部落裡面來了。松鶴部落裡面有一個很有名的林場巷，我看那個指引指的是這裡，我準備走下來看一看。這裡面的環境好好哦，這個部落還蠻大的，它下面還有土地公廟，然後上面有那個教會。然後現在我們應該是走在它應該算是最上面這邊來了。都是來這裡看這個房子。哦哦，還好我走下來了。檜木屋現在已經沒有人住了，是不是？還有啊，還有啊。哦，他們是以前日本的那種房子是嗎？這個以前是林務局的那個宿舍。哦，林務局宿舍。對啊。嗯。現在林務局交給那個鄉公所。人民會。哦。他們去那個。我這樣走一下看一下。聖誕樹。松鶴部落與台灣的林業息息相關，這裡曾是八仙山林場的木材集散場，從各地來的人湧進此處工作，因此曾有過菜市場和雜貨店門庭若市的盛況。往日的盛況，現在只能在回憶裡追尋了，僅剩下貫穿部落的林場宿舍，還在繼續堅守這份寂寞。
這裡太安靜了，然後太陽快要沒了嘛，風也起來了，這身後這個竹子就吱呀吱呀的響。然後我準備出去了，這條巷子白天來還不錯，大家如果有到這邊的話，可以來看一看。這邊的房子全部都是檜木樁的，然後還有幾戶在住，所以就稍微安靜一點。這裡本來也很安靜。我們大概是下午12點半左右到的和平區農會，一路邊玩邊走，到松鶴部落差不多是3點半左右，再繼續往前過一座橋，可以看到陸陸續續前來接水的人。這裡就是第一泉取水處。現在我們來到了第一泉取水處，在那邊，它是在八仙山公園的門口，有人在洗車。在去泡溫泉之前，先來看一看它的出水口。我不知道這個跟溫泉有沒有關係哦，反正亂搭在一起。我們现在感受一下，這個是真正的泉水哦。我在 Google 上看圖片，說是人家都是一卡車一卡車的來拉這個泉水，這個泉水回去就煮燒開了就可以喝。看人家剛剛洗完車子，摸一下吧。好冰涼哦！如果是夏天就好了，夏天穿拖鞋來冰一下腳。哇，有點沁骨的冰。據說這裡的泉水水質清澈，水中的石頭也不會長青苔，用來泡茶更是回甜回甘。這個景點真的好低調，如果不是提前搜了一下，可能只會覺得這裡就是路旁流下來的普通水。繼續往古關溫泉前進，大概2分鐘左右，穿過東西橫貫公路的牌子，就正式進入景區了。這一次住宿的地方是神木谷假期大飯店。其實這裡的飯店都是各有特色的，根據自己的預算和喜好來選擇就好。奔波了一天，我終於到飯店裡面了。我們這一次來古關住的飯店是神木谷假期大飯店，我是提前1天在他們官網上去訂的，2800塊錢。這裡的話，我覺得進來還不錯，因為它是比較老一點的酒店，但是你走進來沒有發霉的、陳舊的，還有因為在山裡面會發生一些潮濕的味道，我覺得目前來說我都還沒有遇到。開箱一下房間給你們。它整體風格是比較偏日式老舊一點，你看後面這個櫥窗的這個木紋就是以前的那種風格。最關鍵的是我要給你們看一下這個看出去的景色，明天早上如果有太陽的話肯定非常的棒。一張床，双人床，然後对面的景色很漂亮，对不对？然後這個角度看過來又有一點燈光的氛圍感。這邊是梳妝台，這裡是一個衣櫥衣櫃，這個衣櫃它是這樣子拉開的，這樣子的，關起來。然後這邊有2個凳子，一個電視機，這裡東西有一點雜亂，可以先擋住。這邊就是淋浴間和泡湯的，它這邊是有大眾浴池，然後我是選擇在房間裡面泡。那今天晚上就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我們就出去逛一逛啊。对了，這個酒店為什麼要叫神木谷酒店？是因為飯店有一個庭院，那個庭院剛好有一棵樹，那棵樹是有1250年，是一棵五葉松針。那棵樹它在前幾年倒下了，後來酒店這邊有新種一棵樹，就希望可以茁壯成長吧。那明天我再帶你們去開箱一下他們的庭院。雖然氣候沒有到很冷，還在穿着短袖，但季節是已經進入冬季了，天也黑得比較早。工作日來古關，一定要先把晚餐吃好後再去泡湯，不然就會像我一樣幾乎沒有選擇。剛剛我回到飯店過後就泡了一下嘛，然後泡了過後就完全不想動了，癱在床上，好累哦，感覺全身就是你走了一天過後的那種
酸痛，好像都得到解放了，你就想要睡覺，但是又不得不出來要吃個晚餐。所以我們現在走在了這條街，應該是他們這邊比較熱鬧的一條街上。晚上雖然沒什麼人，可白天很多人，然後要去吃一個這邊很有名的鱘龍魚，好像在這邊要來吃就是必吃的，一定是鱘龍魚料理，對不對？所以等一下我要去吃個鱘龍魚。先這樣。還好讓我沒有選擇，也還好我走進了這家，完全就是意料之外的好吃，而且店家很顧及食客的感受，不會強行併桌，用餐體驗很不錯。這麼快炒飯就上來了，我在網絡上看評論說這家是一吃就驚豔的，我來嘗嘗看到底有多驚豔。鱘龍魚炒飯，哎，魚肉還蠻大塊的，魚肉的油脂香還保留住了的。我跟你們說這一家有多驚豔，就如網絡上的評論一樣，每一道菜都會讓你驚豔。看起來是不起眼的一家店，可是你要來點他的菜，吃了第一口過後，就會被他種草。這個是菇，叫什麼菇我忘了，到時候打在字幕上。這個菇超級的爽脆，太好吃了，而且還香菇那種特有的菌菇的味道特別的濃。鱘龍魚燉豆腐，我們本來是想點鱘龍魚湯，然後後來就改成那個燉豆腐。這道菜也非常的好吃，它外面這個炸的這個裹的這一層，應該是加了一點蛋的，有一點蛋香，加了有他們特殊的那種香料，是馬告嗎？還是什麼？還是花椒？吃起來稍微有一點點的香麻香麻的。它雖然是口味稍微偏重一點點的那種炸物喲，可是它裡面的魚肉仍然是保持了它的那種清甜的味道。我們還點了一個山豬肉，老闆說他們的山豬肉很特殊，很好吃。在用餐的時候，我就一直惦記着剛剛一路上看到的甜檸檬，剛好餐廳的旁邊就有在賣，乾脆買一點來試試看吧。1斤50是不是？它是可以直接吃的嗎？就直接跟柳丁一樣，這樣切就這樣吃了。甜的。當然。要2斤。這種是只有在這邊才會有。對啊，我們目前是我們這邊比較多，其他的地方可能會比較貴。哦。我賣50了，上面都賣60。對，我看到的。後來我也查一下，甜檸檬是帶有柳丁甜味和檸檬清香的柑橘類水果，也叫三寶柑，吃起來的酸度很低，甘甜味比較高，算是很特別的水果。這個是甜的檸檬，只有在這邊才會有的，它就像柳丁一樣，剝開就可以吃了。這邊賣50一斤，剛剛我們一路下來有賣的更貴的。Hello， 大家早安！今天是第2天，這家飯店是有包含早餐的。那早餐就是簡簡單單吃一點，然後等一下我們就準備出去再進行第2天的行程。但是今天早上起來有一點下雨，我不知道接下來的行程會不會有受到影響，到時候再說吧。那我先吃早餐。前一天還在說這次來古關是來避暑的，但其實到了古關我還是熱到只能穿短袖，哪知道第2天就下雨了，那爬山的計劃我就取消了。其實來古關旅遊，附近還有燒來步道和八仙山可以去走走，但如果遇到天氣不佳，還是要量力而行。就在古關的溫泉區走走也不錯。2天1夜的行程，建議晚上以泡湯為主。第2天吃完早餐，可以從明治街道開始往外走。我現在站的這條街是明治街，是古關這邊比較有日本那種風格的一條街。它為什麼要叫明治街？是因為古關溫泉是發現於1907年，是1927年開始創造了第1座浴場。那這一條街就很有日本的那種風格，可以走一走。往下的話就是一個吊橋。古關溫泉是1907年，也就是明治40年被日本人發現的。另一種說法是，泰雅族人其實早就發現了溫泉，但首座浴場卻是日本人在1927年新建的，並命名為明治溫泉。這裡的溫泉是弱鹼性碳酸泉，水質清澈，富含多種礦物質，
洗後皮膚柔細，可以舒緩壓力，促進血液循環，被稱為北極之湯。確實是這樣的喲，深有體會。因為這裡的地形有如山中的關卡，後來隨着中橫的興建和通車，就改名為了谷關。中橫的開通讓谷關的交通變得便利，溫泉業也就迅速發展了起來。從明治老街一直往下就是谷關吊橋。如果到谷關這邊來，想要看這個吊橋這邊的山景的景色的話，一個是後面的神木谷飯店，然後還有明治飯店，那棟白色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神木谷。然後這邊的話，這個好像是谷關溫泉飯店，然後還有這邊的幾棟，就是看到的這個景色。但是可能房間需要選一下吧，因為我們住的就是面向另外一邊山的。站在橋上，視野開闊，可以欣賞到大甲溪畔的山林和美景，還有感受到一些當天的細雨。吊橋的另一邊就是谷關溫泉飯店。這樣看，谷關溫泉飯店好像也還不錯哈。我現在隨着這條坡往前面走，右轉會有一個桂花巷。我覺得這裡的溫泉真的好神奇啊！就是你只需要泡10到15分鐘，你就會很累很累，就想睡覺。我吃完早飯回去有一點冷嘛，然後我就回去又泡了一下，泡了過後我就睡着了，一直到退房才出來。這裡就是桂花巷，我來聞一聞。有。所謂的桂花巷其實不是一條很冗長的巷道，只有數十公尺，但卻非常雅致。幾步台階之後，就是谷關最熱鬧的一條街了。在這條熱鬧的街上，有一處安安靜靜的地方，就是入關博物館。現在要去谷關的入關博物館去看一看。博物館不大，但很用心，可以認識到谷關的歷史、地理和生態，是探索谷關前很好的一站。這一個玻璃房裡面是燒來布到山岡庫的一些數字，他把它收集起來做成了一個造景。博物館的後方就是燒來布島，如果時間充裕的話，可以走入谷關的山林和泉水之間，把在博物館了解到的生態放入到真實的感官之中。不方便爬山沒關係，去到2樓用望遠鏡看一下吧。在對面就是波金加山，然後它這邊有望遠鏡，可以讓你看得更清楚一點。從入關博物館這邊一出來，就是一個這種花園的造景。這造景在晚上的時候很好看，因為它會亮燈。久一下，來個轉場。博物館的對面就是溫泉廣場，溫泉2字可不是隨便說說的喲，是真的可以用溫泉，不過是泡腳。這個池子是冷的，只有6.1度，那邊那個池子是熱的，溫泉42.6度。然後泡之前要先去洗腳。你們看，它的停車場都是這種原住民的元素。又來到了我最熟悉的和你們最常看見的全家。我在全家這裡喝杯咖啡，等一下就準備離開了。今天的行程本來是有安排要去爬山的，可是天氣不太好，下雨了，還下得蠻大的，所以在這裡好好喝一杯咖啡，最後感受一下這種山裡的溫泉的氣氛。那這支影片到這裡就結束了，還蠻開心的，希望大家喜歡。喜歡的話，請一定記得幫我點讚訂閱，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我現在走在谷關吊橋上面，這個光打上來，好像有一點嚇人。我周圍都是山，前面兩邊是飯店嘛。然後我覺得有一點怕。然後我覺得山它雖然在白天很漂亮、很充裕，可是它在晚上的時候，你們看我身後，真的就是伸手不見五指。
然後好像那種黑壓压的一片要把你吞噬掉的那種感覺。回酒店了。